你用过 Telegram 吗？这个主打保密性高的软体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争议的声音，而最近 Telegram 的创办人甚至还被捕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Telegram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Telegram 是一款即时通讯软体，2013年一推出之后就快速的爆红，目前全球的活跃用户数也已经接近了10亿人次。那 Telegram 跟 Line 啊、Messenger、WhatsApp 等等的通讯软体不同的地方是，它号称非常保护用户的隐私，拒绝内容审查，保密性非常的高。像是在不少的社会运动里面 ，Telegram 就成为了社运分子联系的重要管道。不过这些特色在保护用户的同时，也让 Telegram 上面出现了不少的犯罪争议。比如韩国之前的 N 号房事件和台湾的创意私访案件都曾经用 Telegram 作为他们的犯罪工具。那最近 Telegram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帕维尔·杜洛夫就因为被指控没有对平台进行适当的监管而被法国当局逮捕。有趣的是，在杜洛夫被捕之后，不少知名人士纷纷的声援他，例如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还有以太坊共同创办人维塔克等等，都隔空喊话法国当局立刻释放杜洛夫，批评这打压言论自由的行为。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Telegram 到底是怎样的平台，它会有哪些争议，未来又会怎么样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品牌端的行销伙伴，正在为年提烦恼吗？欢迎找简讯设计做社群经营提案。很多人不知道，简讯设计是个集团，除了经营智疑器械的公司，也有社群行销公司。我们擅长掌握不同的平台与受众的洞察，曾经创造 FB 的懒人包热潮，也培养出100万 YouTube 频道。可以为品牌量身定做社群策略，打造有专属风格的社群内容。不管你是想经营品牌形象、增加好感度、创造破圈内容、提高互动率，还是想要吸引含金量高的粉丝、累积潜在客户，我们都会根据数据成效持续的优化内容，稳定的达到社群经营的目标。那欢迎有社群经营需求的品牌或是单位，透过资讯栏的连结联系简讯设计去提案哦。Telegram 在2013年由俄罗斯企业家杜洛夫兄弟共同推出，由弟弟帕维尔·杜洛夫担任执行长。那为了方便说明接下来我们提到的杜洛夫都是指弟弟帕维尔·杜洛夫杜洛夫其实不是第一次创业，在2006年的时候，他更早就曾经创办过一个社交网站 VK， 当时在俄语地区非常的受欢迎还堪称是俄语版的 Facebook。杜洛夫呢被称为是俄版祖克伯。但是在2013到2014年之间，因为乌克兰爆发了抗议活动 ，VK 上面呢也开始出现了很多反对俄罗斯政府的讨论，不少抗议者也在 VK 上面串联反政府的行动。当时俄罗斯政府就多次的要求 VK 交出抗议者的数据跟私人资讯，不过杜洛夫都拒绝提供。那面对杜洛夫的坚持俄罗斯政府开始从各方面对他施压。例如杜洛夫呢，先被媒体爆料说他挪用公司资金，然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呢就以调查名义常常突袭杜洛夫的办公室还有住家。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俄罗斯政府透过关系良好的企业集团，一点一点的从小股东手上呢收购 VK 的股份，试图削弱这个杜洛夫在公司的影响力。后来俄罗斯政府也直接下最后通牒，警告杜洛夫不交出数据的话就会被赶出公司，甚至是要把他逐出俄罗斯。而杜洛夫这边呢一样坚决不服，但是呢在2014年因为不堪其扰，杜洛夫卖掉了他在 VK 的股份，同时辞去 CEO 职务，最后还离开了俄罗斯。不过在和俄罗斯政府针锋相对的日子里面，杜洛夫也没有闲下来。2011年，杜洛夫为了避免再被政府单位监控还有审查，决定靠着自己存下来的钱，跟哥哥联手开发一个既能够保护用户隐私，又可以不受政府监控的通讯软体。2013年 ，Telegram 就这样诞生了，快速的颠覆了通讯软体的世界。在 Telegram 推出了3年之后，活跃的用户数就突破了1亿人次，2年之后更挤进了全球10大即时通讯软体的行列。而且根据官方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的7月 ，Telegram 的每月活跃用户数量已经突破了9.5亿人次。那 Telegram 跟其他竞争者差有好几个，首先是超大型群组的功能 ，Telegram 的一个群组最多可以容纳20万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其他竞争者，像是 WhatsApp 的群组上限人数呢是512人。Facebook 的 Messenger 呢也只能够容纳几百人而已。不过除了这些Telegram 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它的隐私加密技术。Telegram 刚上线的时候，最大的卖点是所谓的秘密聊天功能，他们采用的是端对端加密技术。简单来说，透过这套系统发出的讯息会经过特殊的加密，只有讯息的发送者跟接收者才能够解密跟读取聊天内容。所以就算是 Telegram 本人或是其他通讯业者，也都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聊天资讯，当然也没有办法把你的资料提供给政府。
那虽然现在不少的通讯软体也慢慢的改成用端对端技术可是在当时 Telegram 是少数在做这件事情的软体，所以很快的呢就靠着加密跟隐私保护的功能占据了市场的优势。而且为了证明 Telegram 真的能够保障资讯安全，2013年杜洛夫还举办了一场比赛，宣布只要有人可以拦截并破解 Telegram 上面的讯息，就能够获得价值$20万的比特币。最后这场竞赛没有任何的赢家，就有一位使用者发现 Telegram 有其他的资安问题，因此获得了$10万的奖金。另外 Telegram 呢还允许用户匿名有讯息自毁计时器，也就是类似大家熟悉的这个阅后即分功能等等。因此有很多追求隐私的用户都会下载 Telegram， 也因为保密到家Telegram 呢后来也成为了不少社运跟抗议活动的沟通平台。有不少的报道指出，在一些言论自由比较紧缩的国家里面 ，Telegram 的保密功能是民众秘密交谈的重要工具。像是香港反送中、中国白纸运动，或是伊朗头巾革命等等社会运动发展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使用 Telegram 来转发和串联抗议行动，躲避政府单位的监控。而另外呢，在俄乌战争的期间，也有不少的乌克兰民众会透过 Telegram 分享新闻，或是协调这个志愿者行动，甚至在这个空袭警报器无法运作的地区，还会把 Telegram 当作另类的警报器，向居民发送空袭警报。就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呢，也都会在 Telegram 上面发表视讯演说。根据统计乌克兰用户使用 Telegram 的时间比战争之前多了8倍，显示乌克兰用户在战争爆发后对于 Telegram 有很大的依赖。这边岔题补充个有趣的资讯其实不只是乌克兰，连俄罗斯人也都很仰赖 Telegram。根据统计，在俄罗斯有超过40% 的网络使用者是 Telegram 的活跃用户。俄罗斯政府因为之前跟杜洛夫的过节，也一度封锁了 Telegram。可是因为用 Telegram 的人实在太多了，在 COVID-19 的这个疫情期间呢，俄罗斯政府发现用 Telegram 传播疫情资讯会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方式，因此决定解封 Telegram。那到现在呢，不管是俄罗斯政府还是反对派都会使用 Telegram 作为通讯工具，甚至有消息指出，因为 Telegram 的资讯相对的不容易被控制，所以呢，俄罗斯军人本身也很常透过这个平台取得真正的消息，把 Telegram 当成是主要的通讯平台之一。不过相反的 ，Telegram 的保密功能也让不少政府把他们视为眼中钉。例如，在2018年，伊朗出现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而当局就在国内封锁了 Telegram。而在反送中的期间呢，《环球时报》也点名批评 Telegram 是暴徒串谋的工具。不过，保密是一把双面刃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让 Telegram 成为了犯罪的温床。在 Telegram 上面呢，因为聊天内容被保密群组还能够容纳超多人，导致 Telegram 很容易变成大量散播假讯息的平台。各种诈骗群组毒品、色情、走私、宣扬恐怖主义等等犯罪行为也更容易在上面出现。像是这几年台湾也很关注的这个韩国N号房事件Deepfake 事件、创意私房案等等呢，也都是利用 Telegram 招兵买马，散播色情照片跟勒索被害人。而且就算政府还有警察都知道这些群组有问题，但是因为 Telegram 高度隐秘还有匿名的特色，让执法人员也无从下手，所以不少人批评 Telegram 根本是在放纵犯罪的行为，成为犯罪温床。因此呢，有调查人员指出Telegram 已经成为了组织犯罪的首选平台，不少政府还有执法单位也都呼吁 Telegram 加强管理平台上面的犯罪行为。但是面对这些要求呢，杜洛夫大部分都是拒绝的。他表示自己创办 Telegram 的初衷就是保障通讯隐私，反对网络言论审查，所以对平台上面的讯息跟内容采取不干涉的态度。那虽然后来 Telegram 还是有配合审查移除非法内容的做法，但是跟大部分的平台比起来 ，Telegram 的审查制度一直都还是相对宽松很多的。一直到今年8月，法国政府不忍了，决定出手逮捕杜洛夫。今年8月，杜洛夫呢在巴黎遭到了法国警方的逮捕。目前，法国检方已经正式起诉杜洛夫。法国检察官指控杜洛夫明知道平台上面有各种的犯罪行为，可是当执法部门要求配合调查的时候 ，Telegram 几乎完全不理，所以法国当局才会逮捕负责人杜洛夫。目前，法国检方准许杜洛夫交保并限制出境，案件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不过，有不少人都对于杜洛夫表达同情。像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就公开声援 Telegram， 发文抨击法国的做法是迫害言论自由，呼吁法国政府释放杜洛夫。更有趣的是就连本来是杜洛夫死对头的俄罗斯官方也罕见的出声抗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呢发出声明表示不应该对杜洛夫进行政治迫害。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达万科夫呢还呼吁俄罗斯外交部要设法解救杜洛夫。根据媒体转述，因为目前俄罗斯军人还有民众都大量使用 Telegram， 官方可能担心杜洛夫被捕之后，西方情报机构会获取 Telegram 的数据，对他们造成危害，因此忽然的转向开始支持 Telegram。那 Telegram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英国卫报分析杜洛夫被逮捕可能会阻碍 Telegram 未来的募资工作，因为创办人被捕可能会削弱投资者对于 Telegram 的信心，进而的影响公司的财务稳定。另外，杜洛夫兄弟推出的虚拟货币是 Telegram 的重要收入来源，但是币价在杜洛夫被逮捕之后暴跌了 20%， 市值蒸发了27亿，引发部分投资者的担忧。而目前官方回应称呢，这个虚拟货币不会受到被捕事件的影响，试图安抚受影响的投资者。而除了收入影响之外呢 ，Telegram 还要面对各国政府封锁的难题。根据 VPN 翻墙软体制造商 Surfshark 的说法 ，Telegram 目前在31个国家面临暂停或永久禁用。最近也传出，连拥有1亿使用者的印度官方正在调查 Telegram 涉及相关犯罪的消息，不排除会禁用 Telegram 的可能性。而外界也推测，在法国开出第一枪之后，未来禁用 Telegram 的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多。Telegram 的事件再次点燃了平台到底有没有审查责任的议题。那这个议题非常复杂，我们之前在 iWin 的这集里面也有比较详细的讨论。那这里简单来说呢，大致有2种观点。一派的人呢会认为，只有在不被干涉的环境当中，人们不用担心受到任何单位的惩罚，或是被阻被黄标，才能够自由的表达观点。所以平台只要对内容有审查，就是对于言论自由的侵害。但是这种言论自由是一把双面刃，没有限制的言论自由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像是诈骗N号房、创意私房这些事件的受害者，或多或少也都是因为这个工具而受到伤害。那就算不是那么严重的事件日常滑社群一直看到诈骗广告假冒群组、人身攻击等等的言论，也是让人有够烦。所以有另外一群人主张平台应该要有审查责任。那么认为大部分呢应该都会同意平台维持一定的审查机制，对于讨论或是维持社群是有帮助的。只不过这条界限要抓在哪边，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找到很完美的共识。那以这次 Telegram 的状况来说，我们觉得平台规模或许是一个判断的标准。Telegram 在规模还小的时候，或许还能够用完全保障用户隐私来拒绝审查，就算有坏事，影响范围也不到那么大，所以相对的容易得到大家认同。可是当他们越来越大，每次犯罪行为的规模造成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要完全拒绝审查，不只是执法部门不同意未来呢，在民众对于这个平台的观感可能也会越来越糟糕。这或许也是 Telegram 未来要面对的挑战吧。不过这也只是我们团队自己的不专业观点。最后呢，也想要来问大家，你觉得 Telegram 应该要加强审查吗？ A 照现在的管理方式就好，不插手管呢，才能够让事物自由的发展。B 应该要加强管理力度放任犯罪就是不对。自己没有想过我用 Telegram 就只是在聊天而已。给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Telegram。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韩国 N 号榜以及 iWin 事件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